被病娇亲人每天一顿小麻将4就要喝完橘色蛋。就在我以为我要来的时候，霸道女总裁从天上演了一出没人情的戏。这不是骆总吗？骆优生没有理会，一把将柳如烟推开，径直来到江浩面前为其松绑。江浩看着眼前的骆优生，心里莫名的紧张起来。自己对付一个像柳如烟这样的病娇就很吃力了，怎么又来了一个霸道总裁啊？骆总一个人就赶过来吗？一个人又如何？这是我的城市。骆优生淡淡道，只是向后扫了一眼，那群不知何时涌过来的黑衣人就如同潮水般惊恐散去。他们都是天海的弟子，对骆优生的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你这么嚣张，就不怕关家？骆优生嗤笑一声，柳如烟还没说完，骆优生反手就是一巴掌。关家在天海，我就是关家，想报官来找我。骆优生眸光淡漠，招了招手，瞬间周围警笛声大作，数辆警车就将房子给围住。江浩心里一惊，看来是自己远远低估了骆优生这女人在天海的能量了。江浩，我不是他，我会给你选择，选我还是选他？江浩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江浩弟弟，你可要好好的选呢。谁知道帝都的人什么时候下来？谁又知道哪天天海市会不会改姓柳？听到这些话，江浩脸色更难看，连连后退。不要害怕，姐姐会保护你的。大胆的说，你选谁？骆优生淡淡说道。可他话音刚落，江浩只感觉一阵头晕，随即一头栽倒地。骆优生和柳如烟两人一惊。江浩，记住，你的命、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婚还没结，你不能有事。骆优生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将江浩抱起，直奔医院，只留下一脸悔恨的柳如烟。你逃走后，我给你想了3个惩罚，现在要多加1个。要是敢死，我就自杀，去地狱找你。醒过来，我命令你醒过来。好在送往医院及时，江浩并不大碍，再次睁开眼，江浩只看见骆优生泪如泉涌，原来的那些不可一世的傲然特体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无助和卑微。看着眼前这个为自己流泪的人，江浩心头暖暖的。看他醒来，骆优生喜极而泣，搂住他的脖子就是一个爱的。你变了，江浩，你说我变了，不错。这些年我不知道干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我一直没有变过，我一直都爱着你，我只对你一个人好色。翌日清晨，没被锁住吧？江浩心里一沉，看向自己的手和脚，却惊奇发现自己没有被束缚。没办法，他这几天实在被柳如烟玩角色带了。骆优生去哪了？想起这个名字，江浩心头一阵后怕，身子更虚。还是没办法把现在的骆优生和高中时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妹妹联系起来。那时的骆优生善良温柔，而现在的骆优生妥妥的一个霸道女总裁。特别是一想到骆优生对他如饥似渴的眼，江浩苦只觉得腰子一紧。这时，一个女仆推门入：“少爷，您醒了。小姐说，您醒了之后可以去庄园的花园散散心，只要您开心，什么都行。”女仆笑嘻嘻的说道。江浩愕然，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骆优生居然没囚禁他。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倒要看看这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江浩来到客厅，你们家小姐人呢？小姐正在休息呢。小姐身子本来也不弱，昨天不知道怎么了，叫了一晚上。医生说不宜再剧烈运动，最好静养1天。江浩少爷，你要照顾好我们小姐啊，她就听你的话了。说的什么话？照顾好她，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的腰子就不错了。还好哥年轻，腰子硬。2楼就是小姐的卧室了。女仆指了指2楼。江浩点点头，便向2楼走去。少爷，小姐的卧室不能进的，就算平时打扫，也得让小姐的心腹管家赵雪儿亲自来的。你不让我进，哥偏要进，说不一定就抓到骆优生这女人小把柄了，到时候还不得对我言听计从。讲到这，江浩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悄悄地走了进去。雪儿，进来给我倒杯水。看来把我当成那个赵雪了，不能被他发现是自己，不然自己就惨了，只能将计就计了。想到这，江浩一抖，正当他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床头柜时，手突然被另一只手抓住。原来是江浩弟弟啊，你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是想姐姐了？此时江浩脑袋转得飞快，思索该怎么回答骆优生。骆总，你自己让我进来的呀，难道你忘了？真的是这样吗？还以为你是馋姐姐的身体，想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呢。骆总，你错看我了，我可是一个正人君子，绝不会趁人之危的，特别是女人。看到江浩一本正经的样子，骆优生笑了起来，但笑着笑着，江浩更不一样。你是君子，但姐姐可是女人，你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骆总，你要冷静啊！医生说了，你需要休息，不能再剧烈运动了。没事，你动就行了。骆总，你放过我吧。赶顶嘴了，欠调教。没有的事情，我很乖的。这才对嘛。生儿。骆优生愣愣地看着江浩，下一刻，一滴泪水从脸颊滑落。骆优生搂住江浩的脖子，仿佛在忍耐着什么极为波动的情感，整个人都在发抖。你好久都没叫过我生儿了，我等你等了好久。他沙哑呢喃，轻轻吻着江浩的脖颈。江浩也感慨万千，深深叹气，仿佛看到了高中时代那个怯懦
又善良的洛优生了。但他明白，那个洛优生早就死在自己的记忆里了。他与洛优生的差距已如同天堑。洛总，谢谢你了，昨天那样救了我的命。如果有用的到我的地方，我必定赴汤蹈火。江浩毫不犹豫地说道。可下一秒，一股冷他骨的气息就从洛优生身上自然散发。天海市的权力和财富几乎都在我手里，我需要你的赴汤蹈火。你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淡漠说道，右手开始解下江浩的裤子。你想要什么？江浩下意识问道。洛优生唇角缓缓勾起一抹绝美弧度。我想要你，我想要你爱我，我想要你的余生。现在你是想自己脱，还是我来？江浩看着洛优生那充满侵略性的占有眼，心里一惊。洛总，叫我生儿。生儿，你不能这样。江浩咬牙道。不能怎样？想反抗，自己推开门，自己闯进我的卧室，自己爬上了我的床，你不就是想白给吗？都拿了我的第一次了，现在反而害羞了。生儿，你先起来，我有正事要说。江浩倒吸一口凉气，都箭在弦上了，还说什么说？你能忍住，完事了再说。我掏空积蓄，将白月光捧成100万美元。公司面临倒闭之际，我这边在努力卖腰子还债，而白月光却伙同我的好兄弟，准备被刺我。青瑶，员工没发的工资还在账面上，我偷偷划走，到时候把罪名安到江浩身上就好了。随你，天雷传媒那边也已经联系我了，我过2天直接单方面和浩然解约，违约金几万块而已。哈哈，青瑶啊，那我提前祝你解约成功了，那就是好。江浩怒火中烧，他不仅在因这2个畜生而怒，更是在为当初天真的自己。我真是瞎了狗眼，竟然没看穿好兄弟的王天明的真实嘴脸，还有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回想这4年对江青瑶付出，当真是为了狗了。江浩心中怒意难消，刚想掏出手机录下2人的嘴脸和猥琐内容，才想起来自己是来拿手机的。看来只能来日解决这2个畜生了。我回来了，拿个手机我就走。王天明和江青瑶一愣，随后意味深长的对视一眼。江总，你不是已经跑路了吗？怎么现在还有心情回来拿手机呢？我的辞职信已经放你桌子上3天了。对了，我忘了，马上公司都要倒闭了，我辞不辞职都无所谓。虽然已经知道了，但当亲耳听到还是难受。嘿，青瑶，这就是你的不对啊！咱们江总现在欠了一屁股，饭都吃不上了，你还要赔偿金，那也太过分了。江浩面无表情，仿佛将他们当成了食物。他将抽屉解锁，拿出手机和充电器。江浩刚要离开，就被王天明给拦住。江浩，公司还没发的员工工资被你私吞了吗？现在把钱交出来，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尼玛，你这畜生吞了员工的血汗钱，现在居然还敢朝我要！江浩，你这普信男终于是遭报应了。我又没求着你把我捧成网红，只是你自作多情罢了。仅凭这就想来追我，你以为没了你，我就不能当网红赚钱吗？哈哈，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是卖腰子，但是腰杆可不软，肚子急还会。江浩盯着桌上的水果刀，心中隐隐涌现出一丝疯狂。反正自己的人生已经要毁了，在毁灭之前带走2个猪狗，稳赚不赔。就在他准备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时，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只见柳如烟带着一群彪形大汉走进来。亲爱的江浩小朋友，你怎么可以逃跑呢？姐姐可是最讨厌不听话的坏孩子了哦。江青瑶和王天明心里咯噔一声，他们虽然不知道柳如烟的真实身份与背景，但是弄死他们就跟才死一只蚂蚁一样。2个苍蝇也敢来欺负我的小朋友，真是活腻歪了呢。刘总，你听我解释。王天明率先开口，柳如烟才是浩然传媒真正的主人，江浩不过是被他包养了罢了。天知道柳如烟有多少个浩然这样的公司，自己可千万不能得罪他，不然自己指定没活路。对，刘总，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江浩弟弟，怎么处置这2只苍蝇？不说话，那你是想以后亲手报仇了？江浩弟弟可真坏呢。但是现在我有一笔账要跟你算，你这卑贱的人偶居然敢跟洛优生睡了。柳如烟招了招手，几个壮汉便围了上来，这是为了防止江浩再次逃跑，而王天明和江青瑶则是会错的。刘总、江总，刚才我们话有点多了，要有冒犯还望多担待。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就先走了，不打扰2位培养感情了。我讨厌苍蝇说话。随后一个黑衣人就上前堵住王天明和江青瑶的嘴。江浩弟弟，过段时间我再帮你料理了这2个，先跟我走一趟吧，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怎么敢接触别的女人。柳如烟低语将一枚药丸强行喂在江浩嘴里，随后江浩被晕了过去，再次睁眼发现自己身处一场黑衣。柳如烟坐在对面不怀好意，放开我！江浩阴沉着脸想反抗，可早已因为之前柳如烟给他喂下的4只变得黏了。小浪蹄子，跟我装什么清高？昨天在地下室说的多好听啊，说要彻底成为0号，一辈子供我精神上的消遣。今天呢？今天你竟敢直接去陪洛优生睡了？别告诉我，现在你也想睡我？呵，睡你！
你配吗？你只不过是为满足我精神需求被选中的人偶罢了。即使我的0号弟弟死了，我的清白身也一直为他留着。若不是你跟我死去的0号弟弟，无论长相还是一举一动都那样像，我早就杀了你这人偶了。你在活在世上的唯一意义，就是模仿我死去的0号弟弟，知道吗？我这样疼爱你这人偶，你怎么敢去找别的女人？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这一年，你不仅把我当人偶，更当成了棋子，用来克制洛幽生的棋子罢了。你还有对我，你对0号的爱根本就不是爱，只是满足你的畸形私欲吧。那个0号已经死了，清醒点吧。听话，一辈子被姐姐囚禁，成为姐姐的洋娃娃，模仿0号，哪也不去。你想要什么，姐姐就给你什么。放过我吧，我想要自由。在姐姐的身边就是最自由、最幸福的呢。放心，等回去之后，姐姐就把你打成残废，让你彻底成为0号弟弟，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姐姐。就在两人纠缠，房门被打开，洛幽生冷着脸跑进。我说他很虚，他说让我请他吃自助。你说的对，我很虚弱，所以现在给我自助。洛幽生微微一笑，居然将脸埋在了江浩怀中，在江浩震惊的眼神中，轻轻在金子心田回旋。你就不想知道38度的我跟昨天有什么区别吗？江浩带着，随后愤然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况且自助是什么东西啊？”江浩深吸一口气，强行岔开话题。生儿，柳如烟她怎么样了？一听柳如烟的名字，洛幽生美眸瞬间冰冷。你敢关心别的女人？洛幽生拿起一根绳子，直接将江捆上。江浩悲痛欲绝，自己只是想确定柳如烟以后是不是会放过自己，哪里关心了呀？江浩看着洛幽生，他越来越不敢相信眼神，连忙解释：“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他以后是不是不会来打扰我，因为我想永远都在生儿你的身边。”洛幽生微微微怔，眸光中的杀意消除了大半。当真？真的，当真，简直是一言顶真。江浩信誓旦旦的保证：“我家老公好乖呢，放心好了。昨晚我和那女人谈妥了，1周之内，即使你不在我身边，她也不能来打扰你。至于1周之后也没事，只要留在我身边，她不敢造次。”江浩带着，随后就是狂喜。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柳如烟那个女人了。虽然会因此被洛幽生控制，但最起码基本的自由可以保障了。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柳如烟完全的将自己当成0号的替代品，当成小时候的自己的人偶，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物品，甚至还要把自己打残废，自己又不能坦白自己就是0号。一旦真相大白，自己肯定活不过3天。我昨天查了一下，你公司事我都知道了，那个叫江清瑶的网红，我想拉了他。不行，不能打了他，杀了江清瑶可太便宜他了，一定要让这个女人付出比死还要惨烈的代价。自己之前那样扶持她，甚至将她捧成了网红，可换来的却是白眼和恩将仇报，让他打简直太便宜了。我就知道你是在骗我，你心里有别的女人，你怎么敢喜欢除我以外的女人？江浩反应，连忙大声解释：“生儿，你误会了。”不会，我早该决定的，我要把你囚禁起来，我要让你以后见到的唯一雌性只有我。就在洛幽生江浩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老婆，我爱你！”你听我解释。洛幽生顿时愣住，随后呆呆看着江浩：“你叫我什么？”洛幽生眼睛一酸，泪水簌簌而下。老婆。江浩扯着嗓子大喊，看着那绳子，心中无数。他真的不想再被囚禁。放心，我不想让你打江清瑶，是我想让江清瑶那女人生不如嘎。江清瑶和林天明应该得到比嘎还要惨烈不止的刑罚。就在这时，卧室门被打开，洛幽生的蜜水往进来。雪儿怎么不敲门？肖总，医生说了，您这几天不能做那种事，现在先跟我去检查身体。赵雪儿嬉笑道，又不屑地瞪着江浩一眼。江浩不解，自己又不认识，这他从哪来的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今天下午你的债就会被还清，公司也会拉回正轨。我要提醒你，若是在外面敢跟任何女人暧昧，你是知道后果的。江浩猛点头，快步逃出卧室。幽生，刚才我在门外都听到你们说什么了，你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吧？他这种男人最会沾花惹草了。再说他坏话，就罚你去给我继母修剪花园。洛幽生淡淡道：“呀，唐姨那太无聊了，每天除了喝茶就是赏花，而且幽生你发烧烧糊涂了。刚才我能听出来，江浩对你的那些情话根本就不是真心的呀。但是他叫我老婆。幽生他在骗你啊！不管，他叫我老婆了。幽生你冷静啊！冷静了，但他叫我老婆。”洛幽生不顾赵雪儿劝导，将江浩靠过的枕头抱在怀里，幸福的闭上眼。
花园小径中，江浩郁闷地踢着石子，远离洛幽生的别墅。原本只要担心柳如烟一个病娇就好了，现在倒好，又出现了一个病娇。不过还好，洛幽生的疯批程度感觉比柳如烟小多了。江浩叹息，最起码洛幽生不会把他五花大绑囚禁起来，当成玩偶。就在江浩感慨之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女子，女子看上去不到30岁，可那种成熟异常的气质，分明就是明艳动人的少妇。真是稀奇，小生什么时候雇佣了男仆？新来的不知道规矩吗？这片后花园，任何人都禁止入内。女人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江浩，就像是见到了什么珍稀动物。男仆，江浩指了指自己，但也不好多说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谁知道这女的是不是什么萧家高层人员？自己好像还犯了什么忌讳。这片后花园禁止入内，现在反应过来也已经晚了，直接一走了之的话，指不定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想到这，江浩直接就走到了女人身边，细心地帮她收拾茶具。倒是个会看眼色的，不怕被罚吗？而且，女人扬起唇角，对江浩招了招手。江浩很冷，但也只能凑到女人面前。长得还蛮帅的，真年轻呀，都让我这种残花败柳回忆青春了。残花败柳哪跟哪呀？姐姐分明是我的同龄人啊！难道在20出头的这种年龄就算老了？女人闻言微怔，随后花枝乱颤的笑了。明明是正常的笑声，可那种成熟知性的嗓音却能让脸红心跳。嘴真甜呢。女人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江浩，江浩还没来得及反应，女人就凑到他的领口，深嗅一下，两人距离之近，足以让江浩看到女人的雪白沟壑，闻到女人身上淡淡的玫瑰花香。江浩脸都红了，心中悲愤被柳如烟遗弃，他忍了，被洛幽生调戏，他认了，怎么现在随便一个不认识的路人都能调戏？他刚要反抗，女人就缩了回去，困惑抿着唇角。哎呀，这味道果然是小生的，原来是照顾小生起居的贴身男仆。小生这丫头怎么了？怎么突然会让男人贴身伺候？江浩叹息一声，自知与洛幽生的关系说出不大，索性就岔开话题，有板有眼的告诉了女人洛幽生目前的风寒状况。风寒吗？女人沉吟片刻，随即将石桌下的一瓶不知名酒递给了江浩。这是药酒，小生小时候感冒发烧，一喝这个就好了。你现在给他送过去。女人摆了摆手，转身准备离开。姐姐，请问您怎么称呼啊？杭君生，唤我杭姐就好。这名字只有在这个庄园才能提起，可千万不要传出去。小朋友要是传出去，会嘎的窝，赶紧送去吧。别的女人喝醉了之后安安静静睡大觉，这个女人喝醉了之后就盛窜下去，时不时还要闻下刀。然而这男人一声咆哮，又立马变成粘人的小甜猫。江浩再次回到洛幽生的卧室，看着此刻正拿着水果刀挥舞有些疯癫的洛幽生，不由得捏了一把汗。真要按照杭君霜的说法去凶洛幽生吗？马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拼了！幽生，江浩呼唤一声，试探性的接近他。一看到江浩来，洛幽生眼中划过一丝恨意，直接扑了过来，将江浩压倒在地上。江浩刚要挣扎起身，就发现明晃晃的刀尖已经逼近到了自己的眼睛。当年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要嘎了你！洛幽生泪水簌簌落下，江浩被吓得不轻，深吸一口气，随后大声怒喊：洛幽生，把刀给我放下，听到了吗？江浩声音很大，近乎咆哮，可刚放完狠话就后悔。杭君霜的爆发办法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要是出了差错，自己今天真得嘎在这里。江浩连遗言都想好了，但这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只见洛幽生呆呆地看着他，随后将手里的刀子小心放下。江浩哥哥，生儿放下了喔。江浩冷了，真有用，杭君霜真他娘的是个天才。不过就算有用，洛幽生也不至于如此性情大变吧？他喊我江浩哥哥，就像高中时那样。江浩回忆起什么，长叹一声，随后江浩严厉地指着洛幽生，不许再耍酒疯了，再耍酒疯我就不要你了。洛幽生阴沉着脸，缓缓站起身。江浩心里咯噔一下，不会那个办法失效了吧？就在他恍惚之时，洛幽生紧紧抱住他，一向淡漠的凤眸水汪汪的，小脸满是乞求。江浩哥哥，我错了，不要离开生儿好不好？洛幽生哭着嘤咛道，小手不停地抹着眼泪。江浩顿时信心倍增，他感觉现在已经可以掌控醉酒的洛幽生了。好，我不离开你，但是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到床上睡觉去，听到了吗？知道了喔，我现在就去睡觉。洛幽生连连点头，挣扎着爬起来向床走去，可又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已经是烂醉如泥了。江浩没了办法，只能把他抱起来，轻轻放在床上，盖好被子。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他打开手机录音，对着洛幽生：幽生，你放心，以后我会继续陪在你身边，但是我们之间要约法3章。什么律法3章哦？洛幽生含糊不清的轻声呢喃。听好了，1以后不许威胁我。好的哦。2不许限制我的自由。3下个月结婚前分房睡。江浩话音刚落，洛幽生就睁开眼睛。这个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为啥不可以？因为分房睡，晚上就不能跟老公贴贴了，想要被老公死死的抱着睡觉。老公，宝宝，求你了，求求你了哦！洛幽生声音渐渐变弱，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微弱的香甜呼吸声。江浩看着他冷笑一声，约法3章就这么成了。沉默也是同意。江浩满意的停止录音，走出卧室，门口赵雪儿震惊的看着江浩。你是会什么魔法吗？耍酒疯的小姐你都能哄睡？为手熟腕，终于让我抓到了，哈哈哈！就希望明天洛幽生醒来不要记得我选的这件事。另一边，柳如烟看向住着，把我吩咐你的事做好，以后这种小事不要跟我说。是。
可是小姐，您吩咐我的事，不是与您和洛优生的1周约定起冲突了吗？要是真给江浩下迷药带走，洛优生会不会？怕什么？是我去下药，又不是你。洛优生的那个老屎子约定，我才懒得管，我已经等不了了。一想到被我当做工具的人偶，天天要跟洛优生。柳如烟冷哼一声，小姐，我最近听到了来自地兜的一些谣言，有人说林浩当年根本没嘎，只是隐姓埋名的活了下去。柳如烟闻言，眸光暗淡几分。你也知道是谣言，嘎了就是嘎了。苏家的那群老不嘎心狠手辣，林家刚出生的婴儿都能掐嘎，当年又怎么能放过一个少年？可怜我的林浩弟弟。不过放心好了，我只把江浩当作人偶，宁愿独守清白生一辈子，也不会便宜这种人偶。他只不过是满足我的精神需求罢了。良久后，柳如烟深吸一口气，这次我会让江浩彻底成为林浩一个言行举止都与林浩弟弟那样像的人偶，可不能浪费。负债300万，公司破产，无奈将自己卖给美女总裁。本以为可是青梅柳无发誓要把我抢到手。第二天一早，江浩就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洛优生卧室门口，希望他不记得我昨天怎么那么对他，今天还得回公司处理王天明和江金瑶呢。江浩擦了擦嘴巴，敲响了房门。进来。洛优生面无表情，江浩深吸一口气，开始在心里盘算着怎么跟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人搭话。药酒很有用，我感冒好了。洛优生淡淡道：“那就好，那就好。”江浩讪讪的回答：“我有那么可怕吗？”洛优生瞥了一眼江浩发的没有，哈哈，哪里害怕了？只是你太美了，激动的，对，激动的。江浩打得哈哈。这时洛优生突然将梳子塞到江浩手里，梳头。我给女孩子梳头的技术不太好，要是梳得不好，可别怪我，哈哈。看着手中的木梳，江浩松了口气。洛优生肯定是不记得昨天他喝醉了之后的事了。技术不好？怎么，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女孩子梳头了吗？洛优生淡淡道。江浩因为神经紧绷，根本没来得及多想，脱口出：“大学的时候给前女友梳过头。”这么说，你已经有初恋了？江浩点了点头，立即意识到洛优生生气了，继续梳。江浩连忙答应一声，动作更小心了，生怕洛优生再次爆发。就一个前女友罢了，有必要吃醋吗？又过了一会儿，洛优生起身示意江浩坐下，江浩挤出一丝笑容：“优生，我坐下来干什么？我又不化妆。”可看到洛优生那如同打人般的目光，江浩深吸一口气，坐了下来。洛优生就顺势坐到了他。放轻松，我又不会吃了你。此时的江浩哪有心情放松？洛优生自然散发的清幽香气，就让他有些面红耳赤。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明天我去嘎了她。江浩瞬间急了，连声辩解：“我吃醋了，不行了。”洛优生在他耳畔一字一句的说。江浩摇头，又好气又好笑：“你这是吃醋了？你特么这是吃火药了吧？”想不让我嘎她，可以拿东西交换。洛优生说着，就开始解江浩领口的纽扣。江浩心里一惊，自是知道接下来自己要面临什么。优生，我们不是要结婚吗？你怎么能？结婚和我现在想有关系吗？洛优生就不由分说的用胶软唇瓣堵住他的嘴，也不知过了多久，待到江浩陷入肌肤窒息的危险，洛优生这才恋恋不舍的松开他的手。这么说，你同意下个月结婚了？洛优生在江浩耳畔微上一吻，温热吐息让江浩耳朵根痒痒的。同意，1万个同意。江浩信誓旦旦的说道：“结婚总归是第一次了吧？”绝对是第一次，放心好了，不信你可以查。江浩欲哭无泪。洛优生点头，按这个趋势下去，我想淡化关系，甚至慢慢远离是不可能了。现在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先稳住他，然后安稳的吃软饭。江浩在心中嘟囔，他的口气：“优生，我自己去公司就好了，没必要送我吧？”江浩对身旁的洛优生小声说道：“去洛氏大厦，正好顺路，我送你，你不开心吗？”洛优生淡淡的瞥了江浩一眼，救下的江浩连忙改口：“开心，开心。”很快，劳斯莱斯就停在了洛氏大厦门口。在洛氏大厦不远处，江清瑶眸中泛出泪花，焦急地握着手机。张烈凭什么主动提离职，就要我赔偿江浩800万违约金？江清瑶脸色苍白，只觉得惊骇无比。江小姐，这我真的没办法，主要是你确实是主动递出的离职信，你和浩然的合同我看了，完全合规合法，上面明确指出，不是因为重大疾病或事故的非自然因素，主动提离职确实有违约金。所以，江小姐，我现在的建议是，立刻找你老板道歉认错，然后回归工作，不然这800万你赔定的。江清瑶失魂落魄，无助地瘫坐到地上。他当网红的这2年，虽然名气确实不低，可总共也就赚了400万，足足800万，他怎么可能赔得起？大了，听那个张律师说的，先让工作日常回归常态，再跟江浩道歉。江清瑶站起身，突然愣住，他看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瞬间认出来了，这女人是谁？这是洛氏集团的那位财阀大小姐，总裁洛优生。江清瑶倒吸一口气，一种浓浓的自卑感涌上了他的心头。让他更吃惊的是，洛优生旁边有一个男人拉着他的手，似乎跟洛优生说了些什么。天哪，天海市的第1号人物有男朋友了？哎，怎么感觉有点像江浩那个舔狗啊？能成为顶级财阀大小姐的男朋友，这个男人该有多优秀啊？恐怕无论是长相、家世，亦或者个人能力，都是顶级的。不错，应该只是长得像罢了。江浩根本不配。江清瑶疯狂摇头。在江清瑶等待的同时，洛氏大厦门口，江浩有些尴尬的松开洛优生的华丽小手。松开做什么？想牵手就牵。洛优生抿起朱唇，江浩主动的牵手，让他心情很好。优生，我有件事想求你吧。
每叫一声老婆，财阀就给我1000万，我再叫一声老婆，直接给我一张额度1亿的银行卡，还贴心的将密码设成我的生日，告诉我只要负责花就好。优生，我有件事想求你看。洛优生冷哼一声，转头就走。江浩顿时急了，刚要继续求，老婆都不叫，凭什么帮你？我只帮我老公。江浩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老婆，我这人嘴笨，刚才说错话了。有事快说，我要去开会了。就是嘛，我公司的资金还是有些问题。你看能不能给我注资个1000万，就当借我的，我以后赚钱了会还你。老婆，这要求是我太过分了，我承认错误。江浩咽了咽口水，紧张的看着洛优生。你知道过分就好，1000万用得着跟我说吗？自己去我账户上划，密码是你的生日。哦，好。什么玩意儿？不是你听清了吗？是1000万，不是1000块。怎么搞的？1000万是什么大白菜一样？江浩彻底傻眼了。洛优生一听这话，直接捏住江浩的下巴。江浩，你一口一个老婆的叫着，可你究竟有没有把我当你妻子？江浩傻了，别人不要钱都是拒绝，再不然装穷本来都错好词，准备好好求洛优生一下。可是洛优生怎么就一副你要这么少，是不是瞧不起我的架势？你是我老公，我人都是你的，更何况钱，我们之间从来不分什么彼此。但是我不得不说，你这一副小心翼翼求我的样子，突然让我兴奋起来了。兴奋？江浩服务一道，还没来得及追问，手里就被塞了一张银行卡。这卡里有1个亿，既然你这么一副求人办事的样子，那么好，按照你的逻辑，求我办事就要用东西来交换。我现在一穷2白，哪有什么东西啊？你有，你的初吻今晚我要了。就用这初吻来换1个亿吧，今晚喜香香，自己主动到我被窝里来，别让我去催你，否则会有你难以想象的惩罚。江浩呆呆地站在原地，良久后，这都是什么事儿啊？随后江浩来到公司，准备召开员工大会。如今公司的局势暂时稳定，需要的就是重振人心，平息这几天公司员工的不安。一进门，江浩就看见一帮员工围在一起窃窃私语。你说咱们的工资到底是不是被江总自己分掉了？不能吧，江总一直对咱们不错啊，我是老员工了，浩然传媒这2年就从来没拖欠过员工的工资，该有的员工福利更是一个不少。对的，江总挺平易近人的。上次我摸鱼跑到公司的台球室打台球，江总不仅没骂我，居然还笑着跟我一起打。平易近人又如何？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这种老板的心有多黑？江浩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办公室，无聊的拿出手机，看到公司高层工作群消息，心里一惊。你们敢信吗？天海第1号人物洛家的那位大小姐有男朋友了。啧啧，真是羡慕，估计是某个难以想象的大人物吧。我怎么感觉这男的看起来那么眼熟呢？我操，怎么感觉有点像江总？李明涛，你别扯了，咱们江总是牛，人也长得帅，但也不至于牛到这种地步吧？明涛，你瞎说开玩笑可以，但你最好不要造谣。张清瑶居然拍到了我和优生的照片，他这样活跃在工作群，想做什么？不会是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吧？算了，先把王天明解决，再来处理张清瑶吧。随后便把秘书周小小叫了进来。江浩看着周小小的手腕戴着 LV 手链的头像，不由得眯起眼睛。我记得王天明一直在追周小小吧？周小小家里条件本就不好，每个月贷款加起来也得有1万块，那这奢侈品恐怕是王天明买的。周小小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江浩知道周小小是个不折不扣的绿茶婊。江总，公司股市大涨的事我知道了，真是全靠江总级人自有天相呀！要不要今晚一起吃个饭？我请，只有我们2个人哟，全当我给江总庆功了。周小小只是一眼，江浩没接他的话茬。小小，你现在可以啊，不说你手上 LV 的手链，连鞋子都是石头岛和迪奥联名的限量款，你房贷车贷还完了？周小小嘴角的笑意僵硬了一下。哎呀，最近家里发财了吗？就奢侈一下。小小，你这样让我很难办。算了，为了能完成计划，委屈一下自己吧，委屈一下。随后他起身走到周小小面前，捏住周小小的下巴，会里翻江倒海。周小小脸颊出现一抹羞红。江总，之前人家追了你那么久，怎么现在这样主动了？追我！你特么穿着王天明给你买的奢侈品来见我，你什么意思啊？江浩故作冷漠，周小小认为知道江浩为什么生气。江总，王天明那个死舔狗，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小子前2天不知道为什么发财了，非要带我逛街买礼物。江总，我知道错了，我把礼物退回，你不要生人家的气好不好嘛？为了赔罪，江总今天可以跟人家提出任何一个要求。好兄弟，卷走账上所有的钱，带着绿茶疯狂购物，这怎么用？我直接让绿茶当面拆穿他，再给他一顶舔狗的帽子，最后我再痛打一些。我现在没这个心情跟你调情，你一直都想跟我恋爱是吗？可你的态度呢？你花着别的男人的钱来找我谈情说爱。韩小小闻言得意的扬起嘴角，男人果然就是这样简单的生物，一见到有别的异性接近自己，立马就生气了。那你江浩之前装什么正经？
这不还是对我有意思吗？江总，别生气嘛，我以后再也不跟王天明瞎搞了，以后我就跟着您。韩小小还没说完，就被江浩打断。好，我答应你，只要你跟王天明撇清关系，今晚我就陪你。你现在就去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去嘲笑王天明，给你花的钱你根本就不感兴趣。至于我吗？你知道我一向喜欢痛打落水狗，这次不让他颜面尽失，我很难办。这样呀，回，江总您就放心吧，我现在就去。韩小小临走前亲了江浩一下，带韩小小离开。江浩连忙扯出一张士兵，擦掉被韩小小亲吻的唇印。随后江浩拿出手机给人事总监李明涛发去微信。李明涛是将在公司最信任的人。不一会儿，李明涛就屁颠屁颠的进了办公室。涛哥，还得是你啊，真牛！我还以为这次公司要彻底完蛋了呢。先不说这个，我交代你一些事情。一会儿你这样。江浩小声的跟李明涛交流着。另一边，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会计那里说是原本准备用来发工资的资金都消失了。天哪，这肯定是被人私吞了吧？呵，我看就是被江总自己吞掉了吧。除了这种一把手，我想象不到有那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挪用公司的资金。几个员工围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声音越说越大。该死的黑心老板，有没有人敢跟我一起去要工资？大不了这工作我们不要了就是，必须去找江浩讨一个说法。其他员工，你看他，我看他，没有一个人行动。一群废物，争取自己的权益都不敢吗？说完，直接大步流星的冲到了江浩办公室门前。江浩，我超，把老娘的钱给我，这工作我不干了。可现在江浩并不在办公室，所以根本没有人回答。王天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享受着听着外面员工的议论声。很好，江浩，你就这样当七岁羊吧。哈哈哈，江浩完全就是个蠢蛋，还以为我把他当好兄弟，我吞掉了员工的工资，他还得给我当七岁羊，太爽了。这时，他的办公室被猛地推开。王天明，以后请你不要再纠缠我。啊，小小你怎么了？大家都过来看看，谁能给我评评理？呜呜！王天明这个普信男，仗着自己突然暴富了，有几个臭钱就给我买东西想睡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寂寞。韩小小这一操作，直接把普信男的脸上。很快，办公室门口就挤满了看热闹的员工。韩小小拿着账单，大声跟大家倾诉着王天明为了追她的无所不用其极。卧槽，王总监这样牛，为了追韩总监，奢侈品买了30几万。不对啊，王总监哪来这么多钱？他月薪也就2万多啊！大家面面相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些关键。等等，我们得工资被人私吞了，王总监就突然暴富了。我去，我怎么没有想到，王天明可是财务总监？员工们纷纷大喊。对，就是这样。这时，李明涛走到人群中，别看热闹了，哪来的风言风语？王总监怎么可能私吞员工工资？瞬间，全场安静，短暂寂静后便吵闹起来。谁说王总监私吞工资了？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对啊，谁说了？分明是欲盖弥彰。我们工资没了，王天明就发财了。很快，员工们围着李明涛，一副不给说法就要造反的架势。天明啊，我帮不了你了，你自求多福吧。随后，他就灰溜溜的办公室内的王天明听着外面动静，愕然的僵定。这李明涛到底在做什么？这样无的放矢的帮我辩解，是想让我搞吗？很快，王天明却被员工堵在了办公室。江浩见时机成熟，便漫步走到人群中。原本嘈杂不安的员工们瞬间安静下来。大家放心，被某人挪用的工资，我明天就会发到各位的账户上。至于这个某人是谁，今天我就会查个水落石出。为了感谢大家在公司危机时留了下来，这周周五我自掏腰包请大家聚餐，下午再放半天假，不影响双休的假期。江浩义正言辞道。话音刚落，员工们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我就说嘛，还得是咱江总头白，白嫖半天假，好耶！好，大家先去工作，此事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随后，员工们的散去。涛哥，你说那个女的，就是刚才骂我的那个，太跳了，我怀疑她是揣着什么鬼心。等下周风头过去，你是管人事的。懂，我懂。李明涛嘿嘿笑道。江浩咳嗽一声，用力拍了拍王天明办公室的门。天明开门，是我江浩。这个老板帮员工乐，利息低的不要，而利息最高的，只为让员工做到破产。哎呦我去！别怕，兄弟，我相信你，我马上就去报关，还你一个清白。王天明一听报关2个字，脸瞬间白了。一旦报关，浩哥，你还记得咱们大学一起喝酒打游戏的日子吧？那时候你就说了，咱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要是兄弟我现在有难了，记着，天明，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当年为我两肋插刀的时候。你放心，无论何时何地，你犯了什么样的事儿，我都得帮你。江浩信誓旦旦地说道。王天明心中大喜，果然没错，他一直都还把我当好兄弟。王天明暗自窃喜，员工工资是被我不小心弄丢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但是手里也没有现钱。浩哥，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上？我一定会还你的。说完，王天明一阵心虚，这说法太蠢了，3岁小孩都未必能信。什么？居然是这样？天明，你说的话我都信的。问题是这个月我还缺150万左右发工资，不报关不行啊！我现在就打电话。别啊，千万别！
这等小事还是别报官了。浩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先借点钱给我？王天明一听报官，下半身都湿了。江浩闻言，内心狂笑，终于上钩了。小杨浩哥，我还不轻松拿捏，看我不玩死你！天明，我有门路借到钱，就是我借不了。你也知道我从小是孤儿，没有家人担保。算了算了，咱们还是报官吧。江浩拿出手机，这个老爹我真的服了。1分钟到账，浩哥，我来借，你给我提供门路就谢天谢地了。我有家人，肯定没问题。哎，好吧，只是利息有一点点，不过你放心，都是不合规的，到时候我们直接起诉，只还本金不就好了？哎呀，浩哥，你看我这脑袋，忘了制茶了，这不就是纯纯的白嫖吗？王天明狂喜，开心他终于不用坐牢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江浩推给他是骆氏集团的，而官家管不了骆氏集团这种下国顶级财阀。支付宝到账，江浩则径直离开王天明的办公室，他知道王天明已经赢了。哎，优生，怎么了？3个。什么3个？优生，你说啥？从你到公司后，一共跟3个不同的女人说了话。优生，我这是工作需要啊。况且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莫不是自己的公司被骆优生安插了眼线，自己被监视了？电话那头，骆优生没有回答，只是淡淡道：“你今晚会很惨。”说完，骆优生就挂断电话。看来以后即使在公司也不能随便说话了。这时，韩小小走了进来。江总，你怎么额头冒冷汗呀？来，我给你擦擦。工作时间，别这样。哎呀，江总，这里又没别人，别那么正经啦。莫非你是想和人家在下班之后深入交流吗？江浩瞬间变脸，开什么玩笑？骆优生正通过某种方式来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呢。你这小绿茶直接登自爆卡车了，你不知道吗？我现在有老婆了，我老婆她又乖又可爱，又美又善良，我去跟别的女人说话，那不是畜生行为吗？韩小小一听直接傻眼。老婆，江总你也没结婚呀，我只是想按照约定晚上请江总吃饭。够了，我晚上怎么能跟别的女人去吃饭？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老婆亲亲。我现在看不到我老婆，都寂寞的发疯了。说完，江浩大步离开办公区域，如流猛地的韩小小站在原地。与此同时，在骆氏集团大厦的最顶层，骆优生摘下耳机，跟高中那时一样，油嘴滑舌。虽然知道江浩在说情话敷衍自己，但优生依然很开心。柳如烟什么事？骆总，你从我手里抢走了江浩，现在应该很开心吧？有话直说。没什么，我已经老实了。按照咱们谈的条件，最起码1周内不会骚扰江浩。但是嘛，我今晚想和江浩吃个饭。我不同意。先别急着拒绝嘛，放心，你可以一起过来。你在我不敢耍小动作的，你难道就不想看看，在江浩的心里，我和你谁的地位更高吗？况且，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哦。什么条件？我可以将浩然传媒出售给你。骆优生沉默，他知道只要收购了浩然，那么就可以把江浩放在自己身边了。几点？晚上9点，奥特尔Violet餐厅，不见不散。校花想上我的法拉利，我直接摇头拒绝，同时掏出一张大大的收款码，让他扫我500块钱。随后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只留下校花一人。这天，江浩正走向停车场，老远看到校花江清瑶正恼怒地看着他的保时捷，显然是车胎爆了。这该怎么办呢？此时，江清瑶大脑飞速运转，突然看旁边停着一辆法拉利 SF90，顿时眼前一亮。法拉利公司居然还有开这个车的，不，应该是某个大客户吧？什么时候我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江清瑶叹息一声，又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贷款买的2手帕拉梅拉，要不合照一张？江清瑶连忙掏出手机，在法拉利旁边各种自拍。这时，江清瑶看到了正缓缓向自己走来的江浩。江总，能帮我看看车胎怎么回事吗？我这车老出毛病。江清瑶一副清纯可人的样子，这是他以前对付江浩的必杀技，百试百灵。跟我有关系吗？虽说答应了江幼雪处理江清瑶，可不代表着我要像过去那样舔江清瑶。原来在几天前，帝都江氏千金以合作给了江浩，希望让江清瑶这个私生女回归豪门前身败名裂。江浩，帮我修车好不好？晚上我可以让你请我吃饭。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捏妈妈的，我帮你修车，还要让我请你吃饭？没兴趣，我也不会。江浩双手抱胸，就这样站在原地，冷冷地盯着江清瑶。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没见过美女吗？哼！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孔雀小姐，我想你理解错了，请你一边去，我要开车走了。江浩，等等，你先等等，这是你的车？是我的又怎样？这怎么可能？江清瑶满脸的不可思议，同时心中涌起一丝丝的悔意。江浩，我车坏了，刚才有点在气头上，我说了什么？你别介意。江浩这么多年还没主动听过江清瑶跟他道过歉，不过哪有什么关系？现在自己已经对江清瑶没感觉了。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江浩淡淡回忆，开下
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江浩，我现在车开不了了，你能载我一程吗？江浩突然想到江佑雪让他毁了江青瑶，这种情况肯定是要事先埋地雷的。一个阴暗的计划在江浩脑海里缓慢诞生。载你一程是吗？好。谢谢了。江青瑶打量着车内精致而豪华的内饰，眼中放光。这就是法拉利啊！江浩没有搭理，而丢出一个微信收款码。邮费自付。要我付邮费？废话，不然我让你上车做什么？你觉得你值得我帮吗？不付邮费就赶紧滚下车。你认真的吗？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刚毕业的美少女，你怎么能让我支付邮费？刚毕业吗？你特么就是刚出来的，出生都不行，爱付不付，不付滚。江浩没再多说，直接将江青瑶扔下车。江浩，你别后悔，我好不容易想坐你副驾一次。江青瑶还想欲擒故纵，只听法拉利就怒吼一声。等等，我付邮费还不行吗？先付邮费再上车，这次给你打折500就够。江青瑶强忍着给江浩送500块钱。哼，为了拍素材，本小姐忍了。江青瑶重新上车后，小声的啜泣着，不停的抹着脸颊的泪水。江浩没理他，只是默默的拿出一张纸巾。果然，舔狗就是舔狗，这不我装一下可怜，不就得乖乖哄我了？嘿嘿。你身上到底喷了多少香水？臭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关心关心我？我都哭成这样了，也不给我一张。哼！我要先去买礼物。到头来，这不还是要给自己买礼物，赔礼道歉？江浩，你都要买什么礼物呀？当什么好买什么，什么贵买什么，香奈儿、爱马仕之类的吧。看在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一会我就对你好那么一点。你可以下车了。你敢请我去商店买东西？服务员直接将我拒之门外。校花还在一旁嘲笑我活该，我直接掏出一张照片。服务员看到，直接下跪道歉。校花更是正宗的无以复加。来，我帮你拿吧，你给我买了这么多，我都不好意思了。嘿嘿。谁说这是给你买的？不是给我的，这是给我的女朋友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江青瑶闻言瞬间火冒三丈，同时心中涌起某种难言失落。怎么会这样？他不是一直在舔我吗？为什么会突然有女朋友了？该死，该死！唉，没事儿，能看得上江浩的，肯定是什么丑八怪或者大肥猪。嘿嘿。突然门外响起一阵巨大轰鸣，只见一辆法拉利拉法缓缓停在店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美女。江浩自是认出来人，便是洛优生。幸亏自己早早和洛优生报备过，会因为计划跟江青瑶有接触，不然自己今天就凉了。江浩，别以为你开个法拉利 SF90 就了不起了，看看人家开法拉利拉法都没你这么嚣张。江浩没有搭理江青瑶，径直走向洛优生。切，不就开个 SF90 买几个奢侈品吗？装什么装？下一刻让他无比震惊的事发生了，只见洛优生来到江浩面前，轻轻为江浩整理灵魂。怎么来香奈儿了？那个，给你买点礼物吗？虽然这些东西对你来说跟大白菜没什么区别，但放心，等我以后挣钱了，会给你买更好的。江浩，你的女朋友就是这位？怎么不行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自己昔日的舔狗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开拉法的美女富婆的男朋友？太气人了，太气人了呀！这位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江浩这个人纯是打肿脸充胖子，刚才给你买的香奈儿都买不了最好的，只能买基础款，连那个女店员都瞧不起他的。作为一个女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仪式感的礼物，是敷衍买来的。江浩，我让你装。哼！洛优生面无表情的点头，走向女店员。这个女人肯定是生气了，要向香奈儿店员问问刚才江浩的消费情况。江浩，祝你分手快乐了。嘿嘿。这个卡，您是那位香？女店员拿着洛优生的特殊银行卡，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多做事，少说话。店里最好的男士专用的东西我都要，我要送我男朋友。为什么他不生气，反而要把店里最好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江浩？不，这怎么可能？江浩他只不过是我之前的一个舔狗而已。江青瑶在心里歇斯底里尖叫，随后憋屈的哭了起来。听那个姓江的恶心女人说，你刚才对我老公态度很不好。女店员闻言浑身哆嗦，仿佛别想向江浩直接扑通一声跪下。江先生，真的对不起，实在是抱歉。江浩没有跟狗眼看人低的女店员多计较，而是拉着洛优生的手向车走去。江浩坐在法拉利副驾上，新奇的打量着车内奢华动感的内饰，这可比那辆 SF90 好多了。这时洛优生丢来一个钥匙。你来开，这辆车本来就是要给你的，但是家里的下人搞错了，送成了那辆 SF90。说完，洛优生一江浩坐到主驾驶位置上。不至于吧？我感觉我的身份暂时还配不上这种车，开个 SF90 我都感觉帅爆了。
那又如何？你配得上我就行了。真要去跟苏若烟吃饭吗？你在恐惧。男人只是去吃了一顿饭，就多了一个3岁的女儿，一口一个爸爸的喊着。刚要和女朋友解释，却被女友一把抱住，表示今晚就要为男人生一个。泽泽，江浩弟弟2天不见又变帅了呢，真的很想把你按在我身下，狠狠的欺负。哼，骆总，坐，别客气嘛，有话快说。江浩弟弟，姐姐这几天安全期哦，你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跟姐姐。江浩差点把刚喝下去的茶喷掉，懵逼的看着柳如烟。你血口喷人什么呀？我从来都没跟你发生过那种关系，别瞎说。江浩弟弟，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呢？那是你当时非要跟姐姐做有趣的事，现在反倒责怪起姐姐了，那样粗暴的跟姐姐，也不懂得做保护措施。江浩气急，刚要继续争辩，就发现骆优生双眼冰冷的盯着自己。优生，你肯定信我的吧？我从来都没跟他发生过那种关系的。你们做了什么事？我怎么可能知道？江浩欲哭无泪，有种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感觉。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因为看样子骆优生根本就没信。我家老公那么乖，怎么可能会跟这种女人乱搞？再者说，等今晚回家让我亲自验眼，不就知道了？柳如烟眼见拱火不成，又心生一计。哎呀，骆总今天打扮的好美呢。江浩弟弟，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骆总好看呢？什么狗屁问题？优生，你不会对他这种无聊的问题感兴趣吧？那么谁更好看？果然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女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就连骆优生这样的霸总也不例外。江浩刚要说骆优生最好看，柳如烟冷不丁踢了江浩一脚。江浩弟弟，有些事要考虑清楚再说呢。你怎么就能确定我手里没有你的一些小隐私呢？比如说私密照什么的。优生，这女人根本没资格跟你比。好，很好。这时骆优生感觉自己的裙子被扯了出来。好漂亮的大姐姐，好喜欢。谁家的小朋友怎么跑这来了？这不是鱼儿吗？来，到大哥哥这来。鱼儿柳如烟，一个女仆的小女儿，跟江浩关系不错。你认识她？她是。爸爸，云儿想死你了。江浩，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先？优生，你先听我解释，这孩子不是我的。解释什么？一个3岁的小孩还会撒谎不成？冤枉啊！我都没跟柳如烟发生过那种关系，怎么可能会有孩子？你们别吵了，我来解释。江浩和骆优生立刻齐刷刷的看向柳如烟，同时江浩心中松了口气，得救了。虽然柳如烟这个女人平时就是个神经病，但关键时候还是有点良心的。想到这里，江浩感动的看向柳如烟。我现在跟骆总解释一下。这是我和江浩的大女儿，我们还有个小儿子。对了，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江浩弟弟的小宝宝哦，真是没办法呀，谁让江浩弟弟天天要跟我色呢？完了，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枉我之前那么疼你，你就是这样诽谤你的大哥哥的吗？哎，爸爸，你在说什么呀？快回家吧，妈妈真的好想你呢。放心，我反应过来了，知道他们在胡说，但是被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想要个小宝宝了。乖老公，你今晚会帮我实现这个愿望的吧？校花想上我的法拉利，我直接摇头拒绝，同时掏出一张大大的收款卡，让他扫我500块钱。随后我一脚油门扬长而去，只留下校花一人。这天江浩正走向停车场，老远看到校花江清瑶正恼怒地看着他的保时捷，显然是车胎爆了。这该怎么办呢？此时江清瑶大脑飞速运转，突然看旁边停着一辆法拉利 SF90，顿时眼前一亮。法拉利公司居然还有开这个车的，不应该是某个大客户吧？什么时候我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江清瑶叹息一声，又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贷款买的2手帕拉梅拉，要不合照一张。江清瑶连忙掏出手机，在法拉利旁边各种自拍。这时江清瑶看到了正缓缓向自己走来的江浩。江总，能帮我看看车胎怎么回事吗？我这车老出毛病。江清瑶一副清纯可人的样子，这是他以前对付江浩的必杀技，百试百灵。跟我有关系吗？虽说答应了江佑雪处理江清瑶，可不代表着我要像过去那样舔江清瑶。原来在几天前，帝都江氏千金以合作找江浩，希望让江清瑶这个私生女回归豪门前身败名裂。江浩，帮我修车好不好？晚上我可以让你请我吃饭。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捏妈妈的，我帮你修车，还要让我请你吃饭？没兴趣，我也不会。江浩双手抱胸，就这样站在原地，冷冷地盯着江清瑶。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没见过美女吗？哼，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我的注意。
孔雀小姐，我想你理解错了，请你一边去，我要开车走了。江浩，等等，你先等等，这是你的车？是我的又怎样？这怎么可能？江清瑶满脸的不可思议，同时心中涌起一丝丝的悔意。江浩，我车坏了，刚才有点在气头上，我说了什么？你别介意。江浩懵了，这么多年还没主动听过江清瑶跟他道过歉，不过哪有什么关系？现在自己已经对江清瑶没感觉了。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江浩淡淡回忆，抬起头。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江浩，我现在车开不了了，你能载我一程吗？江浩突然想到江佑雪让他毁了江清瑶，这种情况肯定是要事先埋地雷的。一个阴暗的计划在江浩脑海里缓慢诞生。载你一程是吗？好。谢谢了。江清瑶打量着车内精致而豪华的内饰，眼中放光。这就是法拉利啊！江浩没有搭理，而丢出一个微信收款码。邮费自付。要我付邮费？废话，不然我让你上车做什么？你觉得你值得我帮吗？不付邮费就赶紧滚下车。你认真的吗？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刚毕业的美少女，你怎么能让我支付邮费？刚毕业嘛，你特么就是刚出来的出生都不行，爱付不付，不付滚。江浩没再多说，直接将江清瑶扔下了车。江浩，你别后悔，我好不容易想坐你副驾一次。江清瑶还想欲擒故纵，只听法拉利就怒吼一声。等等，我付邮费还不行吗？先付邮费再上车，这次给你打折500就够。江清瑶强忍着给江浩送500块钱。哼，为了拍素材，本小姐忍了。江清瑶重新上车后，小声的啜泣着，不停的抹着脸颊的泪水。江浩没理他，只是默默的拿出一张纸巾。果然，舔狗就是舔狗，这不我装一下可怜，不就得乖乖哄我了？你身上到底喷了多少香水？臭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关心我？我都哭成这样了，也不给我一张。哼！我要先去买礼物。到头来，这不还是要给自己买礼物，赔礼道歉？江浩，你都要买什么礼物呀？当什么好买什么，什么贵买什么，香奈儿、爱马仕之类的吧。看在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一会我就对你好那么一点。你可以下车了。来，我帮你拿吧。你给我买了这么多，我都不好意思了。嘿嘿。谁说这是给你买的？不是给我的，这是给我的女朋友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江清瑶闻言瞬间火冒三丈，同时心中涌起某种难言失落。怎么会这样？他不是一直在舔我吗？为什么会突然有女朋友了？该死！唉，没事儿，能看得上江浩的，肯定是什么丑八怪或者大肥猪。嘿嘿。突然门外响起一阵巨响轰鸣，只见一辆法拉利拉法缓缓停在店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美女。江浩自是认出来人，便是洛幽生。幸亏自己早早和洛幽生报备过，会因为计划跟江清瑶有接触，不然自己今天就凉了。江浩，别以为你开个法拉利 SF90 就了不起了，看看人家开法拉利拉法都没你这么嚣张。江浩没有搭理江清瑶，径直走向洛幽生。切，不就开个 SF90 买几个奢侈品吗？装什么装？下一刻让他无比震惊的事发生了，只见洛幽生来到江浩面前，轻轻为江浩整理灵体。怎么来香奈儿了？那个，给你买点礼物吗？虽然这些东西对你来说跟大白菜没什么区别，但放心，等我以后挣钱了，会给你买更好的。江浩，你的女朋友就是这位？怎么不行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自己昔日的舔狗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开拉法的美女富婆的男朋友？太气人了呀！这位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江浩这个人可是打肿脸充胖子，刚才给你买的香奈儿都买不了最好的，只能买基础款，连那个女店员都瞧不起他的。作为一个女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仪式感的礼物，是敷衍买来的。江浩，我让你装。哼！洛幽生面无表情的点头，走向女店员。这个女人肯定是生气了，要向香奈儿店员问问刚才江浩的消费情况。江浩，祝你分手快乐了。嘿嘿。这个卡，您是那位香？女店员拿着洛幽生的特殊银行卡，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多做事，少说话。店里最好的男士专用的东西我都要，我要送我男朋友。为什么他不生气，反而要把店里最好的东西当做礼物送给江浩？不，这怎么可能？江浩他只不过是我之前的一个舔狗而已。江清瑶在心里歇斯底里的尖叫，随后憋屈的哭了起来。听那个姓江的恶心女人说，你刚才对我老公态度很不好。哼，
女店员闻言浑身哆嗦，仿佛别想向江浩直接扑通一声跪下。江先生，真的对不起，实在是抱歉。江浩没有跟狗眼看人低的女店员多计较，而是拉着洛优生的手向车走去。江浩坐在法拉利拉的副驾上，新奇地打量着车内奢华动感的内饰，这可比那辆 SF90 好多了。这时洛优生丢来一把钥匙。你来开，这辆车本来就是要给你的，但是家里的下人搞错了，送成了那辆 SF90。说完，洛优生一江浩坐到主驾驶位置上。不至于吧？我感觉我的身份暂时还配不上这种车，开个 SF90 我都感觉帅爆了。那又如何？你配得上我就行了。真要去跟苏若烟吃饭吗？你在恐惧。泽泽，江浩弟弟2天不见又变帅了呢，真的很想把你按在我身下，狠狠的欺负。骆总，坐，别客气嘛，有话快说。江浩弟弟，姐姐这几天安全期哦，你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跟姐姐。江浩差点把刚喝下去的茶喷出来，懵逼的看着柳如烟。你血口喷人什么呀？我从来都没跟你发生过那种关系，别瞎说。江浩弟弟，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呢？那是你当时非要跟姐姐做有趣的事，现在反倒责怪起姐姐了，那样粗暴的跟姐姐，也不懂得做保护措施。江浩气急，刚要继续争辩，就发现洛优生双眼冰冷的盯着自己。优生，你肯定喜欢他。我从来都没跟他发生过那种关系的。你们做了什么事？我怎么可能知道？江浩欲哭无泪，有种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感觉。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看样子洛优生根本就没信。我家老公那么乖，怎么可能会跟这种女人乱搞？再者说，等今晚回家让我亲自验验，不就知道了。柳如烟眼见拱火不成，又心生一计。哎呀，骆总今天打扮的好美呢。江浩弟弟，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骆总好看呢？什么狗屁问题？优生，你不会对他这种无聊的问题感兴趣吧？那么谁更好看？果然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女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就连洛优生这样的霸总也不例外。江浩刚要说洛优生最好看，柳如烟冷不丁踢了江浩一脚。江浩弟弟，有些事要考虑清楚再说呢。你怎么就能确定我手里没有你的一些小隐私呢？比如说私密照什么的。优生，这女人根本没资格跟你聊。好，很好。这时洛优生感觉自己的裙子被扯了扯。好漂亮的大姐姐，好喜欢。谁家的小朋友怎么跑这来了？这不是鱼儿吗？来，到大哥哥这来。鱼儿柳如烟，一个女仆的小女儿，跟江浩关系不错。你认识她？她是。爸爸，云儿想死你了。江浩，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先？优生，你先听我解释，这孩子不是我的。解释什么？一个3岁的小孩还会撒谎不成？冤枉啊！我都没跟柳如烟发生过那种关系，怎么可能会有孩子？你们别吵了，我来解释。江浩和洛优生立刻齐刷刷的看向柳如烟，同时江浩心中松了口气，得救了。虽然柳如烟这个女人平时就是个神经病，但关键时候还是有点良心的。想到这里，江浩感动的看向柳如烟。我现在跟骆总解释一下。这是我和江浩的大女儿，我们还有个小儿子。对了，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江浩弟弟的小宝宝哦，真是没办法呀，谁让江浩弟弟天天要跟我色色呢？完了，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枉我之前那么疼你，你就是这样诽谤你的大哥哥的吗？哎，爸爸，你在说什么呀？快回家吧，妈妈真的好想你呢。放心，我反应过来了，知道他们在胡说，但是被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想要个小宝宝了。乖老公，你今晚会帮我实现这个愿望的吧？我只是说了一句不，就被病娇青梅绑到了家里，没日没夜的摧残。不仅如此，病青梅还对着我各种自拍，转头将照片给了我的月光。骆总，我这里有一些有趣的照片，你想不想看？都是江浩弟弟的帅照哦。不会是那种照片吧？优生，别看，没什么好看的。洛优生疑惑地瞥了江浩一眼，随后打开手机看了看，只见照片里的江浩被柳如烟压在身下，如同玩偶一般。骆总，你男朋友真润呢，每次他睡觉的时候都会像个小宝宝一样的在我怀里说梦话。哎呀呀，是不是生气了呢？不会吧，不会你还没这样抱过江浩睡觉吧？我告诉你，你现在玩的都是我玩剩下的。听到这些话，洛优生脸一下就飞了下，浑身颤抖，随时处在爆发的边缘。优生，我是很在意，很想干了你旁边的那个女人，但我知道你是被迫的。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你有的第一次我拿不到，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一定是我的，所以我不怪你。见此情景，柳如烟更加恼火。明明是想让洛幽生嫌弃江浩，并将其抛弃，可现在，怎的反而跟江浩更亲密了？这时，洛幽生掏出手机准备摇人，他要打了柳如烟。江浩一把按住洛幽生的手，拼命摇头示意不可。敢欺负我的男人，活该嘎了。洛幽生话刚说完，江浩便吻上了洛幽生。老婆，乖，听话，现在不能嘎他，不能因为我让你自己陷入不利。洛幽生微怔，点了点头。是在关心我吗？老公今天好帅。好，我的好人偶，等着。洛幽生，把江浩还我。上一个这么跟我说话的，已经嘎了。洛幽生，还给我，他是我的玩偶，我的，还给我。你今天要是不还，过一段时间，我一定要嘎光你洛家人。洛幽生冷哼一声，直接拉着江浩离开。这时，包厢就走进一个女人。小悠悠，好久不见！见到来人，洛幽生先是一惊，随后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这女人是谁？居然能让天海市第一大女霸总洛幽生如此紧张？神秘女人扫视一圈，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江浩身上。你就是那个小白脸软饭男，也不怎么样，不知道幽生怎么就偏偏相中你了？你谁啊？江浩，我现在很难跟你解释一些事情。你只要知道，这个女人一直都很想嘎了你。而且她的身份远比我的可怕。那个，你先告诉我这女的谁啊？你的情敌。情敌？她也不是男的呀，不对劲。等等，我去，她是女同。你来做什么？今天刚到天海，想你了。听说小悠悠你在这，就来了。另外，还想把你旁边的那个东西嘎了。还有，我都没牵过你的手，他居然可以牵你的手。我们走。说完，洛幽生直接拉着江浩的手离开了包厢，只留下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这女的不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吧？放心，暂时不会。那就好。幽生，话说她真喜欢你。之前对我死缠烂打了许久，当时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夺了洛家的权。你配不上他，我会尽快的嘎了你，把他抢过来。配不配得上，不是你说了算。我再说一遍，我对你没兴趣，他才是一直爱着的人。老公，我们现在回家。小子是男人就跟我来，我俩单独唠了。我只是抱了老婆一下，旁边的美女就生气了，拿出1亿让我离开老婆。1亿不够，就10亿。告诉我，只要离开多少钱都可以，只因女人是我老婆的追求者。接上集，江浩跟女人来到了天台。多少钱？什么多少钱？啥意思啊？多少钱能让你从洛幽生身边离开？宽价。没兴趣。1个亿够不够？这位小姐，你也太无理了吧？不够吗？那就2个亿，不行就3个亿，再不行就10个亿。马德，老子没找你没惹你，你直接拿钱砸老子脸，什么意思？这位小姐，你这么喜欢生儿，你能猜出昨晚生儿在做什么？他应在看书。哼 No， 错，大错特错。昨晚生儿在我怀里撒娇，在主动的要求我和他做色色的事呢。生儿真的好棒，我们昨晚简直玩疯了，你根本想象不到生儿在我怀里的疯狂样子呢。怎么终于生气了？我连他的手都不舍得碰，你敢？我就敢，你能想象的一切我都做过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臭不要脸！呀，终于恼羞成怒了吗？卧槽，草率了，有点嚣张过头了。幽生，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你只需要知道她的来历极大就行了，别的知道太多对你不好。那名字呢？名字总该告诉我吧。心机是从那个最古老的家族出来的。江浩弟弟，姐姐只能告诉你那么多了，都是为了你好。你昨天去见我那个小时候的保姆，你觉得她怎么样？我是指她对我的态度怎么样？挺好的呀，就像是母亲对女儿那样的慈祥。洛幽生听到母亲这2个字，立刻低下了头。我那样对她，她不怨我吗？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这么一副伤心的样子？洛幽生摇头，过了片刻后，深吸一口气。你以后每天都去杭真霜那里看看，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暂时不要在他面前暴露我们的关系。OK。但是你可以试探性的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了的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江浩点了点头，准备离开。不要在他那里待太久，天要黑了，最好半个小时就搞定。你又让我多陪他一会儿，
又让我半个小时搞定，我不要面子的吗？哎，话音刚落，江浩便后悔了。老公，我今天是对你太温柔了吗？怎么你今天这么喜欢顶嘴呢？还好吧。老公，你知道你现在的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什么形容词吗？洛幽生轻抿唇角，捏着江浩的下巴。我哪知道是什么形容词？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现在欠收拾呢。老婆，我知道错了，现在就去看航姐，保证快去快回。完了呢，我的乖老公，作为夫妻，你应该不会拒绝让你的老婆现在玩你一会儿吧？这时洛幽生轻轻地解开江浩的扣子。老婆，你说过的，见不见对我是好，我答应你了，但是你今天得先完成你的承诺，你答应过我给我一个小宝宝的。你不要过来啊！一不小心就把老公玩坏了。现在去看航金双吧。我只是给女人带了一束8块钱的邮号，女人便立即打电话给女人，让我以后小朋友，你终于来了呢。航姐姐，你不会等我很长时间吧？没多久，1天而已。一天？1整天吗？不过你不必自责，就算不等你，我1天的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坐在这里的。航姐，真对不住。没事儿。航君双说完，看到江浩手里的玫瑰，顿时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笑。真的带玫瑰了。小朋友在想什么呢？脸红什么呢？还没什么。航姐，我是正经人。小朋友动不动就脸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在调戏你呢。不过你脸红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呢。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好不好？你明明就是调戏我。小插曲过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氛围很是融洽。航君双聊得很开心，很快就到了江浩要离开的时候了。对了，你要再多待一会儿吗？姐姐可以弹古琴给你听。航姐姐，今晚是不行了，因为小姐恋爱了，我们仆人要随时等着伺候呢。小生谈恋爱了，你确定？100%确定，下个月都要结婚了。太好了，我还以为那丫头要孤独终老呢。航姐姐，那我先走了。现在就要走了吗？要是你可以再待一会儿。没什么，小弟弟，你去吧。小弟弟，你明天还会来吗？对了，姐姐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贾明，航姐姐放心好了，我还会再来。真是的，我是在期待他明天会来吗？就在江浩离开后，洛幽生接到了航君双的来电。妈妈，您终于肯跟我通电话了吗？您知道的，我不想把您软禁起来的，只是……小生，你不必自责。另外，恭喜你呀，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了。洛幽生闻言，泪水潸潸而下。妈，谢谢您的祝福。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妈。小生，这几天我想明白了，人是要向前看的。另外，那个叫贾明的仆人，妈妈有点好感，特殊的好感。听到航君双的话，洛幽生困惑地看向正在打扫卫生的女仆。这个女仆叫做贾明，每天负责给航君双送饭。等等，特殊的好感。那不就是喜欢吗？我的继母居然是女童，喜欢的还是一个小女仆。罢了，也许是我老糊涂了，我都快40了，或许只是单纯的因为我寂寞惯了吧。妈妈您放心，只要您喜欢的，我给您撮合就是了。我开车差点撞倒女孩，女孩却没哭没闹，只是问我要了糖果和奶茶。见此情景，猥琐大叔想用奶茶收买女孩，却被女孩一顿胖揍。原来女孩是一名职业打手，几天前被柳如烟雇来教训我。小妹妹，没事吧？少女没有回答江浩的话，而是呆呆地看向江浩。大哥哥，我可以向你要一个东西吗？什么？大姐，泥头车都差点特么的把你撞没了，你现在问我要东西？等等，莫非是传说中的碰瓷儿？要东西是吧？好，但我告诉你，要钱没有啊？说完，江浩从车上拿出一罐糖，递给了少女。诺，这罐糖给当精神损失费了。谢谢大哥哥喽，有糖吃了。那啥，小妹妹，你确定没事是吧？太好吃了。没事儿，大哥哥就走了啊。少女没有说话，自顾自地吃着手里的糖。不会是弱智吧？见少女半天没有反应，也没有受伤，江浩便开车离开了现场。这时少女的手机响了起来。为什么还不动手？不行，
这次有糖吃，要等下次哦。原来少女是一名职业打手，就在几天前被柳如烟雇佣前来教训江浩。江浩停好车，来到公司旁边的奶茶店。大哥哥，我可以再向你要一样东西吗？我不贪心哦，但是这次不能给糖了。不知整地少女奶声奶气的声音，听得江浩心里毛毛的。又要东西，坏了，这下坏了，自己这是真特么的遇到碰瓷儿的了。好，钱1分没有，奶茶嘛，倒是可以给你一杯。说完，江浩递给少女一杯奶茶，奶茶就当给你的精神损失费了哈，别想再找我碰瓷了。见少女点头，拜拜了你嘞。江浩一个别跑了。你在搞什么？怎么还不动手？有奶茶喝呀，奶茶好好喝。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女人还没说完，少女就挂断了电话，美滋滋的推着奶茶。这时，一个猥琐大叔眼睛直直的盯着我们。叔叔，你想干什么？小妹妹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呀？叔叔家里还蛮大的，可以带你去玩哦。猥琐男看着面前的少萝莉，咽了咽口水。我知道了，大叔是想邀请我玩是吗？可是我的妈妈说不能跟像大叔这样的人走的。嗨，别提这些，你喜欢喝奶茶吧？跟叔叔走，叔叔天天给你买。大叔一定要带我走嘛？可是我都拒绝大叔了呀，好麻烦哦。唉，算了，还是更快的跟大叔讲道理吧。嘿嘿，嘿嘿，冰块化了，都不甜了哦。棒棒，今天的沙包太丑了，下次给你找个帅的。老婆只是出差2天，就给我打了1亿的零花，更是狂砸10亿收入公司，告诉我以后只需负责躺平，让他生小孩就好了。2件事：一，给你私人账户打了1个亿，当我这2天不在家的零花钱；二，我让集团给你的公司被投了10个亿，作为我收购前的准备。收购？没错，柳如烟那边已经同意了，以后你只需要天天待在我身边，负责让我生小孩就好了。怎么，你不开心？开心，我开心的都要哭了。江浩无语凝噎，感觉自己的好日子是要到头了。优生怎么还不挂？今天还没亲戚。亲，你又不在我身边，我怎么亲你？不管，那你就现在就对着手机屏幕亲我，快亲。好吧，亲。亲了吗？优生，你放心吧，亲了。呀，你猜我把手机放哪了？你放哪了？我放在……我操，女流氓，痴女，变态。刚回到公司，李明涛和韩小小就面带喜色的跑到他面前。江总，我们浩然刚被骆氏集团注资了10个亿。卧槽，浩哥，我们发了，连骆氏这种顶级财团都投资我们了，从此以后我们浩然肯定飞黄腾达了。李明涛哈哈大笑，嘴角比 AK 还难压。大惊小怪。说完，江浩便向办公室走去。这可是10个亿的大投资，怎么江总像是没事人一样？我知道了，江总肯定是在骆氏集团有认识的人。正在韩小小和李明涛滴鸡热烈讨论时，一个少女走到他们身边。你们在聊骆氏投资的事吗？江小姐，您消息真灵通啊！怎么你一脸不在乎的样子？莫不是知道什么内情？我对你们江总可太了解了，就凭他与你们骆董的关系，10个亿轻轻松松。你们骆董可是骆家的，哎，算了，当我没说。江又雪心中暗喜，看来自己押宝押到江浩是对了。大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开心？江总给公司拉了10个亿的投资呀，以后江总可就是大老板了。哎呀，我忘了，跟青瑶你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吧？青瑶，你说你是不是传说中的扫把星骑士啊？江总以前发不了财，我觉得80%是你的责任。啧，江总以前那样的追你舔你，现在好了，江总放弃你了，他立马就飞黄腾达了。江青瑶想争辩，可心里却在悲哀的认同着韩小小的观点。是啊，分明是自己把江浩推出去的，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就在江青瑶惘然之时，一声惨叫回响于整个公司。250瓦，你们疯了！我就算不交钱又怎样？去告我啊！等等，你们说什么？你们是骆氏集团的人，这怎么可能？去你娘的！王小平尖叫着跑出办公室，霎时几乎整个公司的人都齐刷刷的看向王天明，连江青瑶都愣住。不过片刻后，江青瑶无奈叹息：江浩肯定是用某种办法清算王天明了。当时我跟王天明联手，难不成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我？怎么了？大惊小怪的江浩面带微笑的看着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的王天明，差点没笑出声来。江总，这个高利贷是骆氏集团的，不还他们就要嘎人，这可怎么办？你自己要借的高利贷跟我有什么关系？浩哥，咱们还是兄弟，对吗？我求你快把高利贷撤销吧！刚才他们给我家人打电话了，说再不交钱就要……
我当然会帮你了，放心，我提前联系好了离公司最近的一家商 K。你有个妹妹吧？到时候就让洛氏的人把你妹妹卖到商 K 还债吧。你坑我，所谓的帮我，让我借高利贷，都是你设的局。江浩不再理会，转身离去。男人刚为公司拉了10亿的投资，前女友就宣布公司破产，这将男人扫地出门。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我宣布，浩然已经申请破产清算，明天公司解散。怎么会这样？公司的危机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江总，您说句话呀，到底发生了什么？见状，员工纷纷焦急地对江浩喊道：“浩哥，怎么莫名其妙的会破产啊？”是啊，明明前2天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我真的赌错了吗？江浩环顾众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一笑。托关系强行申请破产了，不过无所谓，算算时间，洛优生派来详谈收购浩然的人也应该快到了吧？江浩，不要对现在的状况感到很惊讶。我告诉你，我的0号弟弟还活着，你这个人偶已经没有价值了。一会儿毁掉江浩的精神后，晚上偷偷让人搬了江浩，让这个替代品彻底消失。可悲的女人，我相信就算0号没嘎，此刻站在你面前，也会对你这女人失望透顶。呵，对我失望，我对0号弟弟的爱已经到了极致。0号弟弟见到我，只会扑到我的怀里叫姐姐，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说完，柳如烟便挥手示意身后的人动手。浩哥，你不用太伤心，不就一个公司吗？我相信将来天海富豪榜前10以后，肯定会有咱俩的一席之地。我看起来很伤心吗？难道不是吗？千万别告诉我，我看走眼了，我崇拜的那个男人只是一个软蛋。不是，我就那么像落水狗吗？江浩意外地看着韩小小，李明涛从大学就是他的好哥们，怎么做他早就预料到，但韩小小这个小绿茶的表现超乎他的想象，真他妈服了，服了。旁边的江佑旭则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起来。你服什么？你是江家的小姐，公司倒闭了你照样有钱。老娘对钱是不在乎，但这次压错了你了，家里肯定会认为我人傻钱多。江浩看了看了周围的员工，有的人满脸不悦地离开，有的人犹豫一番，继续站在原地。江浩，你刚才在办公室不是挺狂的吗？呵呵，我还真得谢谢你，这下好了，我的800万违约金也不用付了。江浩对此并不意外，他早就知道江金瑶这种人是什么脾气。就在江金瑶准备离开时，一个中年人将他拦了下来。江小姐是吧？主动离职，请付你的800万违约金。你在说什么呀？公司都倒闭了，我还你个蛋！哼！哟，倒闭了？谁说倒闭了？行了，先别清点了，以后浩然就和我们洛氏集团是一家人了。识相的话，快点滚！什么意思啊？对呀，我们不是破产了吗？简单来说，就是浩然被我们洛氏集团收购了。浩哥啊，小弟我才来，有些慢了，您看您别往心里去，哈哈。无所谓了，一会儿赶紧把那个柳如烟给我处理了。了解了解，浩哥啊，小弟我第一次看到您真人，远比照片上俊朗啊，真是英雄出少年。嘿嘿嘿嘿嘿。江佑雪、韩小小和李明涛等人震撼的说不出话，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萧氏集团的高层怎么到了江浩面前跟舔狗一样。我只是捡了一个白妹妹，富婆就警告我，少女哪有姐姐香，不要错爱小姑娘。萧家后花园，王君霜时不时就要盯着花园小心看。真是的，贾明弟弟怎么还没来呢？真是的，我怎么会为了一个小朋友化这样妩媚的妆？难不成我真对他有那种好感吗？妈妈，你说我是买黑丝好，还是买白丝好呢？我未婚夫是个奇奇色色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哎呀呀，想不到我的小优生有一天也会头疼，为了心爱的男人穿什么好呢？妈妈，不许取笑我。哎呀呀，我建议呢，你2个都买，一条腿穿白丝，一条腿穿黑丝。好像也可以呢，对付那只色色杂鱼肯定够了。对了，妈妈，你和贾明相处的怎么样？我现在在等他呢。优生，你告诉妈妈，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怎么样的？我怕吃不下那可爱的小贾明呢。妈妈，你想跟贾明深入关系太简单了，凭您的身材和气质，完全可以主动一些。我的意思是主动勾引，您明白吗？懂了，年轻人血气方刚，只要我稍微的不错。另一边，正赶往萧家后花园的江浩总感觉怪怪的。猎物的味道好香啊！说话的少女是江浩处理完公司的事，在路上捡的，本想着送到宾馆，却被服务员无奈只能先带着去萧家后花园。
杭姐姐，我来了。听到熟悉的声音，杭君霜瞬间开心了起来。可看到江浩背上的女孩，心里不知为何，很不是滋味。不是，怎么会有别的女人？哎，说来话长啊。杭姐姐，怎么了？你都有女朋友了，让你女朋友请你喝茶呗，喝我的茶做什么？女朋友？杭君霜不会已经知道自己和洛幽生的关系了吧？你女朋友年纪有点小啊。你说她呀？哎，真是说来话长。刚才我想带她去开房，把她安顿下来，结果江浩话还没说完，杭君霜已然愤怒到了极点。呵，开房？小弟弟你好雅兴呀，刚谈恋爱不久就要开房？冤枉了，我说的开房不是那个意思，我才认识她一天，一天就要去开房了。你这个满脑子都是色色的小鬼，他才刚成年吧？不知道女人如美酒，年纪越大就越香吗？还不如找个有经验的大姐姐。杭君霜的斥责声如同连珠炮般发射，给江浩都整懵了。过了好久，江浩才反应。杭姐姐，你误会了呀，她不是我女朋友，我带她去开房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不是女朋友，开房难道是去约 X？ 什么？杭姐姐，你听我解释啊。解释什么？解释你不是一个色色小鬼头。哎，我真服了。你服了，我还服了呢。看好了，姐姐要肉夹馍有肉夹馍，要腿有腿，哪点比不上你那个小豆芽菜？江浩咳嗽一声，只能顺着杭君霜的意思看去。瞬间，江浩鼻水狂涌。杭君霜看着眼中发出的光，这才满意的将江浩放了下来。那小弟弟跟这个小姑娘分手吧，这种刚成年的小姑娘怎么会有姐姐香呢？杭姐姐，你先听我说，她真不是我女朋友。江浩只能耐心的向杭君霜讲这个事情的经过。他是机器，白家的机器。杭姐姐，你怎么了？因负债300万，公司面临倒闭，只能舍身投入美女的财阀海报，希望仗着身体优势卖身还债，软饭硬吃。谁知一夜过后，美女财阀不能自拔，直接把结婚协议甩到我脸上。江浩，你终于开窍了，想还债就得像这样用身体交换。肖总，看在这么多年的交情上，希望您说到做到，这周就请施以援手。我真的不想让我的浩然传媒破产倒闭，还有我的300万债务。洛幽生看着欲走的江浩，嘴角一扬，随后就将床头的几个包装纸、钻石丢在了江浩脚下。谁准你用杜蕾斯了？是你自己说你是危险期的。我说我危险期，但什么时候允许你用那东西了？江浩沉默，一时无语。反正该做的自己已经做到了，现在就等着女人帮还清债务就好了。之后自己就逃到一个小城市，安稳过完后半生。高中时，他们都欺负我这个被赶出萧家的私生女，只有你保护我。若是你当时在我重回萧家时留下，你还会被柳如烟那个女人设局吗？我们之间的约定呢？说好了的要一直陪着我呢？我恨你，萧总，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也配不上你。至于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洛幽生缓缓起身，拿出一纸协议丢到了江浩身上。签了他债会还清，你也不必再害怕柳如烟。帝都的柳家很可怕，但在这天海市。说到这，洛幽生猩红唇角勾起一抹残忍微笑。天高皇帝远，帝都的人敢伸手就砍手，敢伸头就得掉脑袋。跟你结婚，婚后不能离开你半步。萧总，您不是说只要陪你睡一晚就可以帮我吗？为什么还要跟您结婚？改主意了，不结婚，姐姐我就不帮你。你当年不守约，如今我也可以不守约。萧总，你又何必那么执着？你虽然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身，但我的心是自由的。没关系，我本来就是馋你的身子。萧总，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解渴啊，我觉得昨晚就挺舒服的，我现在又渴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分明是刚出狼窝就入虎口。这女人就是跟柳如烟一个德行，只是换个说法囚禁她罢了。自己这是从一个病娇那里逃到了另一个病娇身边。就是白嫖你又怎样？不怎么样，给钱就行。真乖，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报复。你不爱我，爱你讨厌我，不讨厌，不愿意待在我身边。那么好，我会让你体验你厌恶的一切。这女的占有欲怎么那么强？真是倒反天罡了，差点就唱征服了。不过，若是你能在1年之内让我怀孕，别说300万，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江浩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好，必须要逃走，不然会嘎在这女人的石榴裙下的。萧总，我想去外面买包烟冷静一下，可以吗？这理由很蹩脚，也很幼稚，但是早已彻底没办法了，只能活马当死马医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萧幽生只是意味深长的眯起眼睛，像是完全看破了江浩的逃跑心思，但又不说出来。去吧。过了一会，洛幽生的秘书走了进来。萧总，那个江浩貌似打算逃跑，要让保安拦下来吗？
我知道逃吧，让我心爱的猎物再逃一会儿，不调教一下，以后怎可安心的待在我身边？我亲自去抓他。洛幽生朱唇抿起，扯出一丝怪异弧度。您不怕他真逃走吗？秘书汗如雨下，总感觉自家总裁今天的气质不太对。逃走，整个天海都是我的，他能逃到哪去？他想玩，那我就陪他好好玩一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吧。江浩，这次抓到你会给你3个惩罚。第一个惩罚，把你榨干，让你一滴都不剩，哈哈哈。江浩脸色苍白，拼了命的消失大闪。他能感觉到刚才萧幽生的眼神不对劲，像是看穿了自己的想法，可现在已经彻底没了办法。巧，怎么忘了？被柳如烟囚禁前，连手机都放在了公司，看来只能步行回公司了。不远处，一个女人悄悄探出头来，邪魅一笑，随即拨通了电话。柳如烟小姐，我看到江浩了，他逃出去了。哼，我猜到了。说话的人叫柳如烟，帝都财阀柳家的大小姐，只因江浩有和他青梅弟弟一样的人，就把江浩圈养起来，当做他精神寄托的人。但是刘小姐，我看到江浩的脸上到处都是口红印，而且他腰带上还挂着女人的私密小衣服，他是不是跟萧幽生那啥了？洛幽生这个混蛋，他敢睡我的人偶。苏小姐，您先冷静啊！江浩只是一个被您当精神寄托的人偶而已，又不发生任何有肢体接触的暧昧关系，再找一个不就行了？没必要。冷静？你叫我怎么冷静？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跟我死去的0号弟弟那样相似的人偶，现在我就去抓他。